朝鲜连续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美国想推动联合国加大制裁，安理会那边能不能点头？这次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月11日，朝鲜又一次试射了高超音速导弹。根据韩国方面提供的弹道监测数据，这次飞行实验飞了1000公里，最大飞行速度可是到了10马赫，而且呢还照例做了跳跃拉起动作，滑翔弹头嘛。转向之后还飞了240公里，最后命中了目标。这次真把美国射击了，也难怪啊，确实是让美国没面子啊。朝鲜第一次发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不认，因为呢这个速度可能不到3马赫。朝鲜人第二次发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人不认，因为美国人说这是先进的载入式机动弹头，相当于美国以前的潘兴2。朝鲜人第3次发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就开始约他的盟友一起嚷嚷，自由的人民呐，一定要加强对朝鲜的制裁。这多熟悉的历史场面呢！所以搞得现在反差是越来越明显。美国是几次实验搞来搞去搞不成，朝鲜是连续3次成功。那以后你说谁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呀？上次5大国就核问题联合宣言的时候，日本共同社报道新闻的时候就说是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其他2个核武器国家，变成了3个大善人和2个其他。那未来会不会有人说到世界上军事技术先进国家的时候，来一句中国、俄罗斯、朝鲜和其他3个呢？把美国送进其他那个分类去了。而且不管美国人承认不承认朝鲜发射的是高超音速武器，日本反正是信了，还说要跟美国一起联合搞电磁炮，准备拦截朝鲜的高超音速弹头。当然我觉得没戏啊，因为美国现在都没法解决低射速情况下电磁炮散热问题，日本幻想用电磁炮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恐怕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射速情况下的散热。那么紧跟着美国就开始采取行动了，到联合国安理会去告状，要求加强对朝鲜制裁。因为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几个决议啊，朝鲜应该是不能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的。而2021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发射了6次。下面呢就要看安理会这次会不会一致通过支持美国的要求。上次呢美国要求制裁朝鲜，安理会是一致通过了，那么这次就要看安理会会不会和上次一样支持美国的要求，加大对朝鲜制裁。要判断这个结果，恐怕还要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局势和当年通过制裁的时候有什么不同。首先呢说俄罗斯那边，朝鲜很多导弹技术可就是俄罗斯提供的，不然朝鲜有的导弹怎么会那么类似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呢？所以本质上俄罗斯就是希望朝鲜手里有弹道导弹技术，成为一张牌。而且美国最近跟俄罗斯就欧洲安全问题谈了8小时，可没有能够缓和紧张对抗气氛。想让俄罗斯高抬贵手帮着美国制裁朝鲜，倒也不是不可能，前提是美国必须在其他问题上向俄罗斯做出让步，那就要看美国怎么选择了，是重点照顾乌克兰，还是重点对付有了高超音速导弹的朝鲜。而最让美国难受的是，就算俄罗斯不使用否决权，让安理会对朝鲜制裁升级，那又如何呢？这么多年制裁下来，不照样有俄罗斯血统的弹道导弹技术在朝鲜不断出现吗？至于中国，我们一向是尊重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我估计啊，我们外交部会说，朝鲜小同学这么干确实不好。但是呢，安理会毕竟以前已经制裁过了，而且一味制裁是不解决问题的。至于说中国会不会使用否决权阻止制裁升级，那就要看你美国最近的行为是不是够意思了。所以若干年前，国内总有人担心朝鲜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会不会给中国带来危险和麻烦。那么你现在看一看谁最担忧，谁觉得危险，就知道谁才是真正遇到麻烦的那个。好，关于朝鲜的3次试射会不会改变国际战略的微妙平衡，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